賀嬌龍姐姐讓全國的很多朋友知道了新疆有一個天馬節，今年的天馬節就要開始了。我們現在正在去往昭肅的路上，我們一起去探尋它曾經的足跡。我在哪裡？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哎，这胡汉三是誰呀？為什麼那麼多人說胡漢三回來了？哦，胡漢三地主惡霸。為什麼那麼多人說自己是胡漢三？那我可不是了。現在我已經回到新疆啦，接下來新疆要發生的大事可多了。首先，我們的姜超馬上就要開始了。論足球，我們新疆的足球還是很值得看的。另外，我們新疆最甜的哈密瓜也要上市了。今年我們還給大家摘瓜，朋友們，你們期待吧。昨天看到一個視頻，中國小型激光發射器在新疆阿勒泰打蚊子。首先，他們敢選擇在阿勒泰打蚊子，確實是勇敢。新疆很多地方是沒有蚊子的，估計都去阿勒泰了。我想知道這算不算遙遙領先呢？看看現場的畫面，估計蚊子以為要開蹦迪晚會呢。據說這個激光炮能精準識別蚊子，只滅蚊，其他益蟲不受影響。這無敵是多麼的寂寞啊！中國在新疆悄悄設了一個超級迷你縣。2026年3月26日，一則僅2行字的官方公告悄然改寫了中國版圖。新疆喀什地區岑林縣正式獲批設立。懂的人都知道，字越少事越大，面積頂2個上海，人口才6600人。為啥這麼偏的地方突然升級成縣？背後藏着大戰略。這個地方可不簡單，歷史上就是兵家必爭之地。19世紀90年代，清朝外藩砍去提侵擾，因果染指，沙俄饑饉，四方拉鋸了近40年。當年國力孱弱，列強環絲，我們硬是靠着周旋博弈把這塊地死死守住了。聽起來沒有左宗棠抬棺出征那麼壯烈，但當年這裡要是丟了，今天的中巴邊界完全是另一個局面。更值得細品的是，在新設岑林縣之前，新疆還新設了2個縣：和安縣、和康縣，正好沿 G219新藏公路分布，連成了一條線，形成了一道西部邊防屏障。岑林縣直面中巴方向，扼守國際通道與青藏門戶，兼顧安全與開放。和安縣、和康縣鎮守中印邊界西端，與昆崙山南麓覆蓋關鍵戍邊與資源通道，在這裡建置設縣本身就是一種威懾。關鍵時刻，這3個縣還能秒變重要的戰略支點，人力、物力等等，隨時可以空投到這道防線上。這裡不得不提到貫穿岑林縣的西部邊境最重要的戰略國防天路 G219， 它是中印邊界駐軍物資補給的生命線，也是京藏的一條生命線。以前新藏公路上的庫迪、螞蚱、黑卡這3個鬼門關路段，動不動就是塌方封路。現在通了隧道，駐邊部隊的補給時間從3天縮短到8個小時。從戰略上看，岑林縣設立也是國家“14·5”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的興邊富民、穩邊固邊的重要一環。對於邊境來說，發展就是最好的穩定。岑林縣是由原西河休鄉區域西址而成，而西河休鄉曾是葉城縣面積最大、位置最南、海拔最高的邊境鄉。問題是原來的葉城縣太大了，原來的西河休鄉也太大了，遠一點的村落去鄉政府、縣政府取着100-200公里，便民辦個證、看個病、翻山越嶺，來回一趟就是一整天。便民時代守在國門一線，如果連基本的公共服務都覆蓋不到，那興邊富民、穩邊固邊就無從談起。所以去年正式撤銷了西河休鄉，今年設立岑林縣，縣政府駐新華鎮，直屬喀什地區。撤鄉設縣，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升格，也不是多一條班子，而是把服務、資源、力量直接呈到邊境第一線，縣城就在家門口，服務半徑縮回來了，人的心也就穩了。為什麼偏偏是現在設立岑林縣呢？因為這是中國陸權戰略的第一次明牌。你看，霍爾木茲海峽一封鎖，
全球油價瘋漲，多少国家陷入了混亂。在海权随时可能被卡脖子的今天，我们必須在西部打造一条不看别人脸色、完全握在自己手中的陆上大动脉。新疆就是陆权的核心，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离海洋最远的省份，正在变成向西開放的橋梁。一個縣的設立看似微不足道，但它背後是中國未來戰略中心轉移，從海權到陸權，從被動到主動，這盤棋你說有多大？說上海一位朋友點了一份大盤雞，因為裡面有土豆，所以報警了。他說正宗的大盤雞裡面沒有土豆。我現在就在新疆，今天我們點一份大盤雞，看一看新疆正宗的大盤雞裡面到底有沒有土豆。注意，這裡有個知識點，新疆的大盤雞大份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我們就點一個中份。哇，我們的大盤雞來了，這是中份，很大一盤，裡面有土豆。我們從小吃的大盤雞裡面都是有土豆的，而且這個土豆燉得很爛，很入味兒，很好吃。大盤雞裡面還可以加麵的，把它拌一拌，讓麵也可以入味兒。這一份3、4個人夠了。朋友們來新疆，歡迎大家品嘗大盤雞。你看大叔戴的這頂帽子，你看到了什麼？它不是一頂普通的帽子，它是柯爾克孜族傳承了千百年的白氈帽，是刻在民族骨子裡的驕傲。可這頂帽子上最亮眼的卻是那2個鮮紅的字“中國”。這是在新疆大巴扎人來人往的街道上，他就這麼從容地走着，沒有一句口號，卻比任何宣言都更動人。目光所至，皆是中國。這不是一句台詞，是這片土地上最真實的心聲。新疆的風吹過千年絲路，也吹過每一個熱愛這片土地的人。這頂帽子是傳統，是信仰，更是刻在骨子裡的認同與熱愛。大叔走在人群裡，走得坦蕩，走得堅定，這就是中國新疆。哇，這新疆姑娘怎麼那麼像？是，哎呀，是，哎呀，哇！這道菜是我們新疆的一道美食。對，這就是我。這次我帶着新疆的海鮮飛越幾千公里，來到北京參加央視的節目，希望在新的一年也給大家帶一點新鮮感。比如我們的大閘蟹，它吃的東西都是我們的羊肉串、紅棗、玉米還有南瓜這些，所以養殖出來的不管是大閘蟹、三文魚，品質都是非常的好，口感是偏甜的。沒錯，咱們新疆這些離海最遠的海洋牧場，還在向全國人民供給多樣的水產和海鮮。所以呢，咱們現在中國餐桌靠着我們先進的農業科技，已經可以讓全球的優良物種来到我們的中國餐桌，来到我们的年夜飯上。中國人的餐桌已經鏈接起了更遼闊的山海，也孕育着更盛大的豐收。朋友們，新疆的海鮮是真不錯，有機會來新疆嘗嘗吧。你敢相信眼前的畫面嗎？這裡可是公認新疆最乾旱、最缺水的荒漠戈壁。6月20日，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和田引來了歷史性破紀錄的特大暴雨，短短一個下午降下的雨量，直接趕超當地一整年的平均降水量。城區馬路洪水漫溢，戈壁灘黃沙水流狂奔，整片沙漠瞬間黃水滔天，場面格外震撼。視頻刷屏全網後，所有人都在發問：常年滴水稀少的沙漠地區，為什麼會降下這麼猛烈的暴雨？這片乾旱之地能變成綠洲嗎？想要弄清這場反常的暴雨，先要明白和田乾旱的原因。它身居亞歐大陸腹地，距離各大海洋幾千公里，水汽本來就稀少。南部昆崙山、北部天山2座巨型山脈雙向阻隔，徹底擋住外來的海洋水汽。再加上盆地常年高溫乾熱，蒸發量足足是降雨量的幾十倍，自古就是乾旱少雨。而本次特大暴雨是多重天氣疊加造就，兩路水汽千里奔赴匯合，一路印度洋暖濕氣流翻越高原，灌入塔里木盆地，一路東部的東風氣流攜帶水汽西經抵達和田，冷暖空氣劇烈交匯，加上昆崙山地形抬升助力降雨，再加上高山積雪融水匯入，最終形成破壞力極強的山洪大水。在這裡給大家闢個謠，沙漠要想變成綠洲，可不是1次2次下雨1、2年就能改變的。這場暴雨只是幾十年一遇的極端天氣，並非氣候改變。當地沙土疏鬆，保水性極差，加上超高蒸發量，積水幾天就會蒸發下滲，戈壁很快就恢復原貌。而且荒漠植被稀少，短時間強降雨只會催生山洪、泥石流，災害性極強，弊遠大於利。近些年南疆暴雨頻發，歸根結底就是全球變暖催生的極端天氣越來越多。最近大家對新疆的婚禮可能有一些誤解，其實我們新疆的婚禮所有人都是非常的開心，並且載歌載舞。我也好久沒跳舞了，給大家來
克孜勒蘇柯尔克孜自治州发生了4.3级的地震。我现在就在克州。这次的地震造成白沙湖附近的山体滑坡冒出了白烟。地震发生的地点在克州的阿克陶，我在克州的乌恰参加雕羊比赛，没有明显的震感。此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都很安全，大家放心吧。注意了，如果你来新疆，突然发现在路上有那种敞篷的小货车，上面拉着几个人，他们拿着棍子、敲着鼓、吹着唢呐，这可不是安排给大家表演节目的，他们的后面肯定有一个车队，这是新疆人的婚礼，他们不光会敲锣打鼓，遇到红灯，新郎团还有可能会下来跳舞呢。你可以開着車跟着他們吃席去。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新疆的喀什古城是一個神奇的地方，這裡用生土和木雕構建出了一個美麗的城市，它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今天我們逛喀什古城的時候，發現了幾個古老的木製品，咱們一起看看，你知道它是幹嘛用的嗎？第一個最簡單的，他們兩個是一套，這個是不是很多人都玩過？在新疆這可是純木雕的，是不是很漂亮？第二個就上難度了，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它兩頭比較高，中間低，還雕刻了很多花紋，這也是純木質的，它是啥呢？第三個，99%的人都沒見過。那這邊有一個大孔，這邊是通過去的，旁邊這個有點不同，但它們的功能都是一樣的。它們是幹嘛用的呢？第四個，除了新疆，其他地方也應該沒有。它下面有很多的針，而且還有很多花紋，上面雕刻的也很漂亮。它是做什麼的呢？這4個你能猜得出來幾個？娘，走吧，肚子都餓了。菜齊了，今天我們吃頓精緻大餐。大餐當然要配好酒，這是咱們新疆人的小香檳。新疆的烏蘇小麥白沒喝過吧？很多新疆的朋友喝過的都說好喝。這個小麥白用的是進口澳洲的大麥，還精選了新疆本地的優質白皮小麥釀造出來的。會喝的人能喝出好幾種香氣，你試試，你能喝出什麼香氣呢？麥香、果香、酒香，果然不同凡響。尤其是麥香特別濃郁，還有淡淡的回甘。今天的規格真的是拉滿了。這麼高檔的新疆餐廳，再加上這麼精緻的啤酒，新疆人待客講究就是熱情與儀式感。咱們一起乾杯！大餐美酒都有了，我們的氣氛也要再熱起來。走，我們跳一段，讓大家看看什麼叫新疆的特量飯、特量酒、特量舞。今天我們來相聚，人群中我看到你，人群中我看到你，我把玫瑰摘一朵，該怎麼去送給你？我把玫瑰摘一朵，該怎麼去送給你？我們唱起來，我們跳起來，歡樂的 my step，一起跳起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冷知識，全國人均嗑瓜子最多的地方，第一名居然是內蒙古。那作為全國葵花籽主產區之一，新疆人都是怎麼吃瓜子的？其實吃法特別豐富，不只有乾嗑這一種方式，家裡待客、朋友相聚、看賽馬、吊羊比賽，冬天居家閒聊，瓜子都是標配。新疆人為什麼這麼會吃葵花籽？原因正是我們這裡盛產葵花籽，尤其是阿勒泰地區，地處北緯47度，農作物黃金種植帶，全年3000小時以上的超長日照，晝夜溫差能達到幾十度。像恰恰這樣的大品牌，在阿勒泰也有自己的葵花基地。除了日照條件好，加上雪水灌溉，土壤肥沃，讓每一顆葵花都開得燦爛，每一顆瓜子都養分充足，顆粒飽滿。最近恰逢恰恰葵花節，我就帶大家看一看我們新疆的葵花海，體驗一下有趣的打葵、炒葵活動吧。還能認養一株葵，從古法炒制到現代全產業鏈的技藝升級，從原味書香到如今的各式各樣的瓜子吃法，一株葵一粒籽，串聯起了新疆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還想知道更多花式瓜子的吃法嗎？
麼？跟着我們新疆人吃起來吧！囊加瓜子仁更香更脆，切糕、马仁糖少不了它，各种传统糕点也都会添加瓜子仁来提升风味。我必须要给到一个哈！新疆农业又解决了一大难题，橡胶，大家日常生活里随处就能接觸到，轮胎、各類工業品全都離不開它。很多人不知道，天然的橡膠屬於重要的戰略原料，但咱們國內產量一直有很大的短板，傳統橡膠樹只能在熱帶種植，國內能栽種的區域十分有限，基本已經達到上限。天然橡膠長期大量依靠進口。什麼是橡膠？簡單來說，我們工業剛需的天然橡膠大多產自熱帶橡膠樹，橡膠樹種下來之後，要等6-7年才能開始割膠工作非常的辛苦，大多需要凌晨人工操作，年輕人願意從事這個行業的越來越少。就在最近，好消息傳來，新疆科研團隊完成香蕉草中期量產實驗，成功從香蕉草根部提取出合格的天然香蕉。很多人第一次聽說香蕉草，它屬於蒲公英屬植物，也叫產膠蒲公英。大家小時候掰開蒲公英看到的白色枝葉，香蕉草根部的膠汁就是天然香蕉，分子結構和香蕉樹產出來的香蕉基本一致。這次實驗採收20畝香蕉草，收割1噸乾草根，成功提取40公斤天然香蕉。和香蕉樹相比，香蕉草優勢十分突出。當年播種，當年採收，當年就能產出香蕉。種植、收割、提煉、加工幾乎可以實現全程機械化。更關鍵的一點，香蕉草不與糧食爭奪耕地，耐寒、耐旱，甚至能在鹽鹼地能正常生長。像新疆大量鹽鹼荒地，未來都有機會用來種植香蕉草。後期隨着技術持續成熟，這種生長在西北土地上的小草，有望補起我們國家天然香蕉供給短板。今天是我妹妹女兒的1歲生日，那我們家裡必須要舉辦一個聚會，慶祝一下。在新疆這種聚會特別多，小朋友滿歲跟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呢？我們去看看。家人們都已經來了，寶寶跟媽媽是最後一個登場的。開餐之前會有很多的甜點和水果，家人會聊聊天，還會準備紅包，紅包上要寫上自己的名字。喝掉甜點就要準備燒菜了，這種聚會吃飯是最不重要的，大家基本會很快吃完，準備迎接最重要的環節。我們的小寶寶來了，登場了，好可愛呀！走走走，去看看。來，你太可愛了，我覺得。主角登場，家人們會起身。列兩隊歡迎。生活的方向，假如你善良、勇敢又堅強，只要你站在這片土地上，他們會扯着嗓子大聲對你講。你難道不知道嗎？這裡是新疆，是我們出生的地方。你難道不知道嗎？這裡是家鄉。幸福時刻來臨，開始收紅包。這個環節儀式感特別強，要的就是這個氛圍。到瓜果飄香，你難道不知道嗎？這裡是家鄉，是我們爺爺生活的地方。回禮環節也不能少，現場的小朋友都會送禮物。寶寶的奶奶給姥姥禮物，女兒給媽媽禮物。重磅來臨，接下來就是一波混亂的增黃金環節。離開了家鄉，我來到了遠方，來到了遠方也剪斷不了我心中的渴望。古老蒼茫家鄉的土壤，緊接着開啟基因喚醒，1歲寶寶舞起來了。的時候我就會看見挺拔的白楊樹站在我身旁，這就是他們賜予的力量，讓我們怎能不堅強？這就是他們指引的方向，讓我滿懷希望迎接曙光。這就是他們賜予的力量，讓我們怎能不堅強？這就是他們指引的方向，讓我滿懷希望迎接曙光。我出息了！這次我上的是央視總台 CCTV1 和美鄉村新春會，正月初1下午在央視1套播出。我將帶着新疆的海鮮向全國朋友們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樂，馬到成功！給我點個讚吧！今天昭蘇天馬節的開幕儀式上，當一襲紅裝出現在舞台上，現場很多人都淚目了。他乘馬而來，駕馬而去，很多人還是放不下對他的思念。我身邊的這匹馬叫蛟龍駒，是姐姐曾經騎過的馬。它的性格很溫順，被養在烏魯木齊。當初相伴漫
滿心歡顏，定格在你轉身那一天。有人說中國人不會吃西瓜，西瓜皮都丟掉，瓜皮我就扔了啊！還說瓜皮是醃制好料，說出來你可能不信，中國是唯一實現西瓜自由的國家。在日本，一個普通的西瓜要上百塊，連西瓜皮都能上架賣。韓國也一樣，中國能實現西瓜自由，全都要感謝這位無名豬奶奶的付出。80年代前，西瓜皮厚瓤白，又苦又淡。為了能改良品種，25歲的她放棄了留京的機會，來到了當時環境特別惡劣的新疆，頂着40-50度的烈日，走遍了天尖地頭，用62年的時間培育出包括麒麟瓜、紅心脆、香梨黃等30多個優質瓜種，還培育出了最甜的西瓜品種8424西瓜。可以說，我們吃的80%的西瓜都出自吴奶奶之手，真正實現了西瓜自由。如今90多歲的她患上了阿爾茲海默症，忘了自己的名字，卻還記得西瓜。她說：“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結幾個瓜，把甘甜獻給人民。”如果你也喜歡吃西瓜，請給西瓜之母留下一朵小花花。吃瓜不要忘種瓜人，致敬无名猪奶奶。我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喀爾克孜自治州烏恰縣吉根鄉斯莫哈納村中國西进10枚小票。我現在在中國最西端的草原，你來新疆請記住這個位置：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喀爾克孜自治州烏恰縣烏勒克恰提鄉玉吉塔什草原。十里桃花